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心理师问答集 Part 2，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就是在美国如何成为心理治疗师。那我要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何成为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的部分来跟大家讨论分享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不妨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未来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所谓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等等之类的，我们是如何成为心理师的。在美国，我是如何成为心理师？我要先说，我是在台湾过来的，所以跟台湾的那个制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在台湾的话，就我之前好多年以前了，心理咨商师的部分呢是要有硕士的一个学历，然后呢，硕士学位结束之后呢，需要去考试考执照。那考完执照之后呢，你就可以执登，然后你就可以接案了。在美国不是这么一回事，在美国如果你想要成为所谓的心理师 psychologist， 必须要先经历就是所谓的博士的一个学历。所以我们的博士的训练呢是先有硕士2年，然后再博士再2年，所以总共 total 是4年的一个 PsyD program。在美国有2种，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跟一个临床经验为主的。PhD 呢，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一种心理师。那所谓的 PhD 是以临床经验训练为主的心理师。最后我们都是叫临床心理师，但是我们的训练背景还是有一些的不同。我是选择的是 PsyD， 所以我的是临床经验为主，比较多的一个是临床的实习啦、临床的经验那样子的训练。在我的学历过程当中呢，就是2年的硕士，2年的博士，然后在这中间呢，每1年都必须要做实习。实习完之后呢，还有一个1整年的博士后实习，就是 postdoc。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整个要做至少1500小时的实习的一个经验，我才有资格去考执照。那在执照方面的话呢，第一个是先考一个全国的 EPPP， 那这个呢是全国性通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加州本地的一个法律跟道德伦理这个部分 Law and Ethics 这个部分呢是美国加州这个部分为主的。考完了这2个，我才有资格去申请执照，那我才能够成为所谓的临床心理师。那至于所谓的其他的所谓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商师呢，在美国也有，就是所谓的硕士等级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必须要通过的是硕士的一个训练，有婚姻、家庭、咨商，还有孩童、儿童治疗，还有就是针对这些部分来做训练的。那当然还有社工师，所谓社工师呢，就是先去了解所谓的系统啊、整合资源啊，他们比较多的训练是来自这个部分。但是在这几个体系下呢，其实都还是有去讨论到所谓的心理治疗啊、心理治疗理论啊，还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去帮助个案成长，或者是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又或者是帮他们做适当的一个诊断。所以目前在美国，你常常会看到，就是还是有临床的社工师、婚姻家庭治疗师的部分。那我们就统称心理治疗师。在美国做心理师是什么样的体验？在美国做心理师其实有非常多种选择，你不会只有一个样貌。那很多时候你可以选择，例如说，你也可以选择 school psychologist， 就是专门到学校做心理师的，又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 forensic psychologist。那所谓的 forensic psychologist 就是你可以去专门到监狱啦，或者是跟犯罪刑案相关的，所以你会去做很多的一些对于犯罪人的一些诊断啊、测验啊。那当然讲到测验，我们就还会提到所谓 neurologic or neurological psychologist。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跟神经心理学，很多时候你都是在做心理测验，就是去了解他们的大脑有哪些部分，或者是哪些症状可能引起他们目前所经历到的一些问题，例如说像 ADHD， 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脑神经的一些问题。那比较多是在做测验的部分。那当然最多就是所谓的一般的心理师，就是做心理治疗的部分。那我们当然也会就是有分，例如说
你可以是在一个机构里面上班，例如说像我之前就是有在不同的机构，例如说像家暴中心啦，又或者是我有在那个犯罪中心啦，又或者是我也有在小学还有大学都有去做过实习，然后我也有在青少年的一些工作机构里头有去做实习的部分。当然最后我也有在所谓的养老院做心理安宁机构的一些心理辅导，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心理师都可以去做的一些行业领域。最后呢，比较多人会去选择就是所谓的私人职业，那就是我们选择的，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私人职业。那在私人职业里头呢，也有分，就是你可以说我想要专门做的是小孩子的部分，那就是 child therapy， 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要专长的就是 couple therapy， 就是伴侣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跟另外一半两个人一起来做治疗的部分。那又或者是呢，我可以说我想要专门做的就是 teen therapy， 就是专门跟青少年工作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也有人就是做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那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一个专长，那当然这些其实都是在毕业之后你必须要去做一些额外的训练，也就是 certificat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continue education。在这些继续教育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受过一些比较专长的一个训练，来去做某一个专长的一个领域的治疗，那也可以成为这个部分的一个专家。像我比较多的就是创伤，所以创伤的治疗就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内在，除了去减缓焦虑症啊，然后减缓我们所谓的忧郁症。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创伤治疗去了解我们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伤，例如说紧急的一个状况，家里失火啦，或者是车祸啊，一些比较紧急的一些 emergency 的一些创伤所产生出来的应激反应，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些治疗，然后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害怕或者是恐惧感。这些都是我所受过的训练，所以选择还蛮多种的，到最后其实是蛮自由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师，你喜欢跟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专长会是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发展的是什么，都有，这是蛮自由的。我在什么时候成立诊所？我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出来，决定自己出来开一间诊所。我之所以会成立一个诊所，然后开始自己出来做，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有一些 burnout， 但是呢，后来我决定开始不是只有为我自己出来做，是开这个诊所，是因为呢，我发现有好多人来找我都是 Asian American。那在我上一集就有提到了，其实当你是一个就是了解你这个文化背景的心理治疗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我们自己特殊的文化是别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又或者是就算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你的文化，但是我知道你跟白人的文化是不同的，又或者是呢你在这里成长，多少还是会经历一些就是觉得自己跟别人格格不入的那些部分。那这个是会让我的个案他们觉得被看见、被了解的一个部分，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开始介绍其他人来找我。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发现，原来做我自己 in and of itself is enough。那我就可以依照我自己是一个 Asian American 的这样子一个背景，还有我会的一个语言的部分呢，就能够让我在心理师这个领域可以有所蓬勃发展。那我想要透过这样子，如果我可以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得不错，我希望其他人也可以，因为尤其是亚洲人或者是 immigrant， 我觉得移民在美国真的就是常常会有一种被歧视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必须要不断的去做劳工来去求生存的一种心态。当然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大社会大体系下的一个结果。我想要做的是让其他跟我长得像的人了解，你不需要一定只能坐在就是社会底层，又或者是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像我们那些移民过来的父母亲这样子，非常辛苦咬着牙的生活，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你的生活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这是我想要提供给大家，就是我希望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努力工作，得到财富自由，然后也能够得到自我的实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想要帮助一些有色人种或者是 marginalized， 就是比较边缘的一些族群呢，能够在美国也能够有一席之地，这是我所成立这个诊所的一个目的。
那平均一周大约会有多少病患？依照我这样子的工作经验来看，我从以前最多一周接到30到35个个案，其实是蛮多的。然后到后来慢慢变成大概15个到17个左右，其实就已经是很多了。那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公司营运的部分，我需要去照顾到，所以我没有办法接这么多的案。那一般来说呢，跟我一起工作的心理师也都是差不多20上下，20到25左右。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偏向于自主管理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收入，你自己决定你自己想要接多少案，你自己决定你要什么时候工作。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一个权利，那你可以自己来决定，你的人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这是我所相信的。而我想要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然后我会愿意去支持他们去过他们想要的生活。那在美国当心理师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很崇尚自由的人。对我来说，在做心理师这个部分呢，我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行政管理，就像我以前在台湾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要写文案，然后我还要做一些活动，然后我要办活动，然后我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甚至还要常常去开会，然后要去提预算等等有的没的事情。在机构里头工作是需要这么做的，那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必须要做很多的行政。但是现在呢，在美国，我发现大家对于所谓的专业尊重度是非常高的。我是心理师，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专门做心理治疗。我在行政上的时间是非常的少。当然，你出来自己职业，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做的。例如说，像如果我要做这方面的心理治疗，然后我想要接保险，我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些行政的时间去跟保险沟通啊，或者是去索费啊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看个人，所以对我来说，在美国当心理师最开心的部分就是自由度非常的高，我可以选择我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我的时间是我自己安排的，我要接多少案也是我自己安排的，然后我的行程也是我自己安排的，包括甚至你的价钱也可以自己安排。Sorry， 喵喵。Hi, do you want to say hi to everyone? Okay. 所以这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开心，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自由度非常的高。那压力大吗？当然也会有，尤其是加上我在做的工作里头，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像跟人格疾患有关的，有时候会比较棘手一点，又或者是呢比较高危险群，就是例如说像高自杀群啊，或者是物质滥用的族群的时候，也会相对的会压力比较大，毕竟是对方的生命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我们必须要为他们的生命负责。所以对我来说 ，I take it seriously， 那我会很正式、很慎重的去看待每一个人。那当然，我也跟很多的律师合作，所以在美国，因为我常会需要去帮助移民的人来做一个心理诊断的部分，所以我是跟法官啦、法律啊，还有就是移民这个部分跟律师是很多的合作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必须要去出庭。那在出庭的时候呢，就会必须要交叉询问啊，这些都是常见的。相对的这些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但是相对的这些事情，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报酬对我而言也是相对的是非常高的，因为我知道当我去帮助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开心的、能够很自由的一个生活，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性吗？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工作都有他们的挑战性。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这个职业不断的在挑战我自己。例如说，我要一次一次的去学会，我到底要怎么样好好去跟别人划界限。身为亚洲人，我觉得界限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发现一次一次的被推开我的界限，每一次界限被踩线了之后，才知道，好，我错了。It's not about blaming another person， 而是这件事情又让我多么不开心，才了解我其实是应该要学会好好去划界限的，我应该要去好好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事情才不会再发生。又或者是我不断地去委屈，又或者是去配合，或者是去妥协，最后我会觉得我很不开心，我不喜欢这样子，那我就必须要去学会听见我自己的声音，
也包括我要开始去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不断的去跟自己有所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也不断的去挑战我自己，不断的去成长，充实自己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职业。如果你对于成为心理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私聊，那我们可以多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我们这里的心理师的经验。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加入所谓的助人行业，我相信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rewarding 的一个工作。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了，我们下次见。